通常我们下课时间呢，不是跟同学聊天打闹，就是看自己的书。即使是戴着耳机，我们也是听自己的音乐啊。但是这个家伙呢，竟然是在听不同拉面店的招呼声和甩水声。嗨，大家好，我是 Kevin， 欢迎来到饮食输出。这是一个以食物为出发点观察世界的频道，让我们一起打开厨师的大脑，来一趟华丽的美食奇幻之旅吧。嗨，大家好，欢迎回到饮食输出。这次我花比较多的时间来选择要介绍哪一部有关食物的剧。老实说，因为我自己喜欢的有关美食的影视作品实在真的太多了，所以造成了我很严重的选择障碍。本来呢，我是想介绍一部中国的宫廷美食剧，但后来我发现呢，其实这部剧应该要跟另外一部还没有完播的宫廷美食剧一起来讨论。所以最后呢，我还是决定要介绍有关拉面这部日剧《爱吃拉面小泉同学》。其实在讲拉面的日剧和电影还蛮多的，不过很有趣的是呢，在讲拉面的纪录片也非常的多，像是拉面狂啊、四季拉面物语啊，还有拉面之神。这些作品都十分的受到欢迎。我想一方面是因为比起价格昂贵的寿司呢，拉面不论是在入手的价格啊，或是其他各方面的门槛，都比寿司来得更平易近人。所以日本官方在向外国人推广他们日本饮食文化的时候呢，其实蛮常都使用拉面来当做主轴的。拉面呢作为日本的 B 级美食就是所谓庶民美食的王者呢。像 Sukiya 跟松屋一样，他们都讲求可以吃得快速然后便宜，吃的环境呢就不会像咖啡轻食店啊，或者是意式餐厅这样子舒适。所以像拉面啊、牛丼这样，他们一般的消费族群呢都是男性，很少会有年轻女性单独去吃。毕竟跟一堆大叔排队，然后坐在一堆大叔之中呢，吃得稀里糊涂的，他们会觉得说非常的显眼。那日本可能蛮在乎其他人的眼光的。我个人的经验是，我去东京的知名甜点店去吃甜点，结果全店都是年轻女生，就是超年轻的女生。我和我的朋友都是男生，而且都是有一点。就大概30几岁的男生，就真的会感觉到各种眼光对你招呼过来。但是对我这种真的美食爱好者来说呢，我们才不在乎这些眼光嘞。为了能够吃到美食呢，这种异样眼光对我们来说根本不算什么。而这部爱吃拉面的小泉同学，她的主角也是一个超级爱吃拉面的女子高中生。借由这个女子高中生来跟大家介绍拉面这个有趣的饮食文化。爱吃拉面小泉同学呢，是由日本漫画家名见奈流所创造的一部漫画。比较有趣的是，他在2015年的时候先出了真人演的日剧版，然后到了2008年呢才动画化的。还蛮常见的动画受到欢迎，然后后来又再拍一个电视剧来蹭收视率的状况有点不太一样啊。不过后来在动画化后又再出了爱吃拉面小学同学2代目这样子。日剧版的调性和动画版其实有点不太一样。动画版呢基本上是按照漫画原作比较轻松有趣的方式去介绍各种有关拉面的小知识，而日剧版可能在制作的时候呢就会知道他们的播出时间还有集数是有限的啦，所以会用比较快的节奏去推动剧情。虽然基本上也是用原作的内容去改编的，不过它会另外加入一些原作中没有讨论到的拉面观点，然后他花在介绍真的拉面店家的篇幅会稍微多一点。那在看日剧版的时候呢，其实就可以发现说制作团队对拉面是真的非常有爱的。以我个人来说呢，我会推荐先去看比较像是浓缩精华的日剧版，然后还有它的日剧版的特别篇，之后再去看比较轻松的动画版，这样会觉得比较有趣。因为日剧呢，每一集都会至少到一家真实存在的拉面店去拍摄，而剧中的小泉同学去吃的店呢，都是很有名而且很有特色的店，所以有机会的话呢，我觉得非常值得跟剧中的小泉同学一起去吃吃看这些拉面店。另外呢，虽然动画版基本上是把漫画给动画化的，而日剧版是真的到真实的店家里面去拍摄，而动画版是把实际存在的店家用画的画出来，是真的是用画的。重点是它连店内很多的细节都原汁原味的会呈现出来。如果是对动画中的店家熟悉的人呢，一定会因为它忠实的呈现各种细节而感动不已。像我就非常感动。举例来说，像是有一集小泉同学呢清晨到新宿的 Nagi 去吃拉面。新宿黄金街这家 Nagi 它是24小时营业的，所以它是清晨就可以去吃的。在那一集呢，就把那家店超复杂的细节，还有黄金街清晨的感觉，都用动画的方式呈现了出来。因为我之前去东京的时候，常常都是坐联航，然后就是那种红眼班机，然后到东京的时候呢，差不多都是早上6点、5点、6点、7点这样子。
通常我放完行李之后呢，我就会坐电车去这家24小时的 Nagi 去吃一碗煮干拉面，作为东京的行程的开始。所以我对那条黄金街清晨的景象非常的熟悉。而我觉得厉害是这个动画制作组呢，那天早晨黄金街的光影，排队的时候相中的那个小猫，排队的时候它是一个小巷子，然后就会有一只猫，常会有一只猫在旁边的电箱上面睡觉，它都有画出来，让我有一种走进回忆里面的莫名感动。因为很久没有去东京吃东西了。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值得介绍的就是它的片头跟片尾曲，它片头跟片尾曲都是很可爱的有关拉面的歌，建议大家呢不要快转，至少用心的去欣赏一次呢这2首献给拉面的情歌。之前也说过呢，拉面店呢不是一个女高中生会去的主流外食店。我想作者应该就想用一个爱吃拉面城市的女高中生呢这样的一个反差呢，从味觉还有历史的角度呢来介绍各种不同的拉面。另外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作者很想要用力的去向本来不太看得起拉面，觉得他们就不过是一碗面的这些大众呢，来介绍拉面这种独特的饮食文化。那我们现在讲一下我们的主角小泉同学。小泉同学他就是一个超级的拉面宅，他对拉面喜好真的非常非常的夸张。除了会不远千里在期中考前一天坐新干线跑到外地去吃一碗拉面，他会收集各种拉面店的入店的招呼声，就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就每一家都不一样。然后还有每一家店的甩面水声音，他会反复的重播欣赏。通常我们下课时间呢，不是跟同学聊天打闹，就是看自己的书。即使是戴着耳机，我们也是听自己的音乐啊。但是这个家伙呢，竟然是在听不同拉面店的招呼声和甩水声，就真的是那个背景音，真的是蛮奇特的啦。那我们当然想象得到说，像他这样子爱吃拉面的人，手机里面一定都是各种拉面的照片，不同拉面店拉面的照片，这个很正常啊，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可是他手机里面的这样一个相簿的分类，是各家拉面店桌上的调味料，是调味料。因为他会看着这些调味料，在心里面想象模拟他下次去拉面店的时候呢，要怎么样去使用这些调味料来创造出一碗独一无二专属于他的全新的味道的拉面，这真的是蛮疯狂的啦。不过我自己回头想想呢，这些看起来反常的行为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怪异啊。你可能觉得我也很怪吧？我们现在说招呼声跟甩水声这些拉面店的环境音好了，我想大家都会有个经验，就是你听到一首歌或是一段旋律呢，或是闻到一个香水味，就可能会让你想起一些以前的回忆，或是某一个朋友。而对我们这些爱吃人来说呢，环境音呢，的确是可以让我们回想起在那家店里面的用餐体验，而甚至是味觉体验。因为爱吃拉面呢，在店内等待的时间呢，就是你已经坐到座位上的时候呢，其实爱吃拉面是不会滑手机的。这时候他们不会滑手机，也不太会说话，就只会专心的期待那一碗拉面的到来。如果是先买餐券的店家呢，当你坐下去了，可能5分钟拉面就上来了。而那5分钟的期待过程中呢，你的视线就只会停留在前面的调味料，就你的视野变得比较狭窄啊，你听觉感官呢就会被放大。在拉面被放到你的面前之前呢，店内的声音呢就会是你这5分钟的主要感官刺激，所以你对这碗面的记忆呢，很容易就会跟店内的环境连接在一起。而桌上的调味料呢，是在你在等拉面的时候呢，最占据你视线的东西，所以它同样有再次唤醒你味觉记忆的效果。另外呢，虽然每一碗拉面理论上呢，它被端到你面前的时候呢，它的调味都已经是店家所希望的黄金比例了。不过店家提供这些调味料呢，它其实有转换味觉的效果，就是你一直吃一碗面，可能吃到后来会有点腻了。例如加蟹拉面，他们就提供一些有点辣的腌菜啊，然后或者煮干蟹拉面，它会提供醋或者胡椒，让客人自由的添加。那这些都是为了让这碗拉面呢吃起来更有趣、更有层次。客人也可以依照当天的心情或口味，用这些调味料来制造出专属于自己当下的一碗独一无二的拉面。而拉面呢，从2战后的中华料理这一个料理类别呢，慢慢的呢发展成现在日本自己的一个独树一格的料理类别。而甚至因为拉面只能不断的去让它进化，而至今呢已经发展出了非常多的拉面的流派和系统。从最一开始的酱油拉面，后来发展出了盐味啊、味噌啊、鸡白汤啊，然后煮干啊、浓汤豚骨这样子很多很多种的以汤头为分类的料理流派。后来呢发展出以地域来区分，或者是说
以一家有名店的分支来分支出了各种的流派。例如说像家系的话，就是以什么什么家、什么什么家之类的出来的，这一种拉面就叫家系的拉面。然后像是二郎系的，二郎系也是一种系统的拉面。而这些流派呢一直在进化，而且推陈出新。另外呢，拉面这种食物呢，它多年以来培养出了非常大量的一群死忠爱好者。已经让拉面这种食物呢形成一种饮食文化，甚至我会觉得它是一种次文化。它变成说它有自己的一个文化体系，那你就可以知道它到底有多受欢迎。我们可以来举个例子，在日剧版的第1集呢，小泉同学他就去吃了二郎拉面。二郎拉面它本来是一间拉面店，因为他们家实在太特殊、太受欢迎了，所以后来它变成是被另外独立出来所谓的二郎系的拉面。那二郎系的拉面到底特别在哪里呢？一般二郎系拉面它的定义呢，是在浓郁豚骨汤的基础上呢，使用了4角状的超粗的面条，然后可以免费的加入大量的蔬菜啊、大蒜啊，还有猪背脂等食材。所以呢，你就会看到这一碗耸立的巨大蔬菜山，完全看不到面条的特殊拉面。那这就成为了二郎拉面的招牌。那也因为它的分量呢，二郎拉面又被视为是男子汉拉面，而深受男性顾客的喜爱。甚至有一些人呢，每周要吃3次以上的二郎拉面，不然就觉得活不下去。那这些疯狂的人呢，被称为几楼脸，就是翻成中文也就是二郎人这样子。那这些狂热的几楼脸呢，认为二郎拉面它不只是一种拉面，它是一个独立存在的食物类别。甚至他们在店内点餐的时候呢，还会用特殊的暗号。有时候呢，新来的观光客不懂店内点餐方式，很可能还会被这些几楼脸翻白眼，觉得说哪来的小白啊，没事来蹭什么鬼。所以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二郎拉面已经成为了一种特殊的饮食文化，他们都自己称为自己是一种人种了。那除了二郎拉面它有自己特殊的拉面文化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拉面店都通用的拉面文化，例如说拉面店的排队文化。那因为很多拉面店的座位都很少，所以要吃到一碗人气拉面店的拉面，排队半个小时已经算是非常幸运的状况了。那常都会有在开店前1个小时就到店门口去排队的人，像是我。所以呢，如果你不想要为了吃一碗拉面花太多时间排队的话呢，建议你可以选择比较非尖峰的时间去吃，或者是直接去选一些没有什么人排队的店家啦。而关于排队这件事呢，台湾人常会出现一个很讨厌的状况，我们称为解压缩。这个情况呢，就是一个人排队，然后排到快要轮到他的时候呢，再叫其他朋友过来一起排，那他就让其他人排在他的前面啊。那在台湾，大家可能觉得还蛮习以为常的，也不会很生气，但这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 NG 的行为，因为对后面人来说，它其实跟插队没有两样啊。而且有些拉面店的面呢，它是有限的，因为它一天能够煮的汤就是这么多，或者它今天能够提供的面就是这么多，所以如果你插队了，后面人可能就会吃不到了。而通常如果是真的很喜欢拉面的人的话呢，他其实会能够理解那一碗面对后面来说是有多么的珍贵，多么的重要。所以真正喜欢拉面的人呢，是绝对不会做出这种让同好失望的行为。另外呢，台湾很喜欢在吃饭的时候呢，慢慢的边聊边吃边滑手机，甚至明明已经吃完了，却还坐在座位上慢慢的滑手机、喝水、聊天。在台湾悠闲用餐是我们的习惯啦，尤其是如果这家拉面店的座位数很少，然后外面还一堆人在排队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不 OK 啊。一方面，如果你慢慢吃了，拉面泡久了，面就软了，就烂了，就不好吃了，那代表你根本就没有尊重为你面前这碗面而费尽心力制作出美味拉面的厨师。而且因为拉面店呢通常不大，所以需要很高的翻桌率，他们才能够生存。以店家的立场呢，当然会希望客人吃完了之后呢，就换下一组客人进来，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够盈利生存啊。而对于在外面排队的客人来说呢，就跟你刚才一样，他已经排了很久的队了，一直期待能够吃到这碗美味的拉面，然后你明明就已经吃完了，还赖在里面不走，人家在外面风吹日晒雨打，当然会很不爽啊。真正喜欢拉面的人呢，他会理解说店家制作出一碗美味的拉面是有多么的不容易，也会同理在外面排队的人呢是有多期待吃到这一碗面。所以真正喜爱拉面的人呢，会在这碗面最好吃的时候呢，尽情的享用这碗面，并且快速的吃完，让下一位客人呢能够快点进来享受这样的美味。这可以说是拉面文化里面非常重视同理心的一个体现。虽然拉面文化代表着拉面这种饮食的独特性，还有它发展的活力，也可以看出它对人们生活有非常深刻的影响。
但对不太熟悉其文化的人来说呢，有时反而会变成一种门槛，而不敢接近它。我个人比较深刻可能就是点餐这件事情。其实每家拉面店的点餐方式可能都会有一点不同，有些呢你到了就先去点餐机买餐券，然后再去排队。那有些呢是排到了之后呢再去买餐券。那老实说，对我这种观光客来说，要非常用心去观察呢，才不会被其他人白眼，或者是造成店家的困扰。那通常呢，如果点餐机是在外面，就是店门外的话呢，我会先看其他排队的人手上有没有拿着餐券。如果有的话呢，我就会先去买，然后再去排队。如果说大家手上都没有的话，那我就会先去排。当然，有些店家呢会在外面排队的牌子上面会写说你大概什么时候去买餐券这样子，可能就是你快要排到了前5个人，然后你去买餐券，然后你再回来排，大家都会保留那个空间，让你等一下可以买完餐券再回来，就不会有人去把你的原来的位置占走，大家都会保留那个空间。那如果比较白目，就是新的客人来说，可能他搞不清楚状况，可能就把你位置占走，他就比较白目一点。在台湾比较会发生这样的事，那在日本，至少在东京我是比较不会发生这样的状况。那如果说点餐机很明显就是在店内，那你就排到的时候再去买就好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吃完了面，要不要把碗放回吧台上面？这个每家店的情况也不太一样。那有些店会帮你收，有些店就是希望你把它放回去这样。在东京，如果是吧台式的拉面店呢，客人吃完大多都会把面呢放回那个稍微高一点点的台子上面，然后会把桌面稍微擦一擦、整理整理再离开。那这就是方便本来人手就很少的拉面店，能够更快速、更容易的去整理桌面，让下一位客人可以进来。因为常拉面店就可能只有2个人在里面工作。拉面店为什么要点餐机的原因，就是他人手不够，他没有人去做收银，所以大家都会很体谅说人手少的拉面店会帮他稍微整理一下桌面这样子。其他地方就比较不一定，其他地方像大阪的话呢，通常都是把面碗吃完之后就留在桌面上，然后你就自己稍微把旁边整理一下就好了。那不同店其实情况都会不太一样啦，所以呢，如果你不想要造成人家的困扰的话呢，你可以进店以后稍微观察一下其他客人是怎么做的。那如果真的不懂呢，其实你可以问一下其他客人，就是在排队的时候问一下客人，或者问一下店员。像我去吃拉面，如果真的是很搞不清楚状况的店，我真的会问一下旁边的人说，我就跟他说我是第一次来这样子，然后我不知道应该要先买餐券还是不要，然后等一下点什么会比较好之类的。通常那种爱吃拉面的人都会很乐意的跟你分享他在这家拉面店的心得，甚至有些人会跟你说，要加什么，等一下吃到一半说要加什么比较好，或是你怎么样吃会比较好吃，这样子你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爱吃拉面小学同学这部作品呢，他用了很轻松有趣的方式，介绍了非常非常多可能会被认定是很宅的一些拉面的历史啊、知识还有文化。如果你本来觉得拉面不过就是一碗面而已，在看完这部作品之后呢，你一定也会对拉面这种饮食文化产生非常大的兴趣。或许呢，你也会开始了解拉面呢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可以让那些拉面迷为了吃到一碗面而不畏风雨的排1个小时以上的队。好，那今天分享就到这里了。那我真的非常推荐这一部影视作品，而且它有，你可以看日剧，你可以看它的特别篇电影版，然后你也可以看它的漫画或是它动画，我觉得其实都非常非常有趣，而且它里面真的讲了非常非常多的冷知识，就拉面的冷知识。另外，现在每个礼拜一的晚上，可能9点或9点半，我都会在线上直播，然后聊一些有关饮食的东西。如果大家有兴趣，或者是那些闲想要看人家聊聊天的，欢迎上去跟我们大家一起聊聊。所以我在那边就是闲聊尴尬之外呢，还有很多很厉害的人会上面分享一些他们的心得啊，或者说餐饮业心得，或是一些有关饮食的心得这样子。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帮我按订阅、分享，然后记得按赞，对，按赞，然后开启你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